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未来会发生的转变，你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它会对你们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权杖8，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迎来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刻。这些权杖代表的是你们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的决定和行动。所以说这些事情向你们涌来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的是你们真正成长起来了，因为很多事情决策的权利都会交到你们的手中。那这张权杖8其实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进行的一个长途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获得很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其实也意味的是所有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需要你们亲自去解决。而这张权杖6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在某件事情的推进上面可能会遭遇到一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可能是来自于身边人或者周围环境因素带来的一种阻力。但是呢，这种暂时的阻力可能会让你们看起来在原地踏步实际上呢，这种原地踏步也是一种成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快速的调整自己的意图和方法，反而会以一种更快速的方式达到目的。而第3张牌呢，圣杯5的逆位，可以看到你们在过去失去的一些东西，在未来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你们的身边。它可以意味的是某个机会、某段关系，或者说某个人。而且这张圣杯5的逆位也代表的是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从某种记忆当中彻底的解脱出来。你们会让那些痛苦的回忆沉睡，永远不再让他们醒来。而第4张牌呢，死亡牌，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你们在未来会穿越某种痛苦，并且从痛苦当中回收能量，不断的自我疗愈和成长。所以说这组牌其实是关于你们的未来，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成长。而这种成长它会携带或者说伴随着某种可能某种阻力或者说某种苦痛。而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占星神谕卡黑月莉莉丝 Misery， 代表的是在接下来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秘密会逐渐的浮出水面，这些秘密会让你们更加接近一件事情的真相。而第2张牌12宫呢，它带来的是逃离也就是说你们在未来必然会逃离你们当下的这个环境，因为当下的环境带给了你们太多压抑的感受和回忆。你们必定会逃离当下，并且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开启新的人生和新的生活。而第3张牌呢，冥王星带来的 transformation， 它也意味的是转变，意味的是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权杖6当中提到的那种阻力，最终还是会变成你们向上的一种推动力，让你们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完成彻底的转变。而第4张牌呢，巨蟹座带来的是一种非常温柔且疗愈的能量。这张牌也是非常疗愈的一张牌你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加的柔软，更加温柔的对待自己而不是总是过分的苛责自己，要求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Take Action。你们在当下可能说对于现状一直不满意吧，但是又缺乏行动力也就是说在未来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做出行动和改变，你们会赋予时间生命力和意义通过行动来显化自己的愿望。那这个行动应该是对应你们内心当中最渴望最强烈的那个想法。第2张牌 No。现在的你们可能会很敏感，很容易焦虑和害怕，过分担心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害怕拒绝别人，没有内在的安全感所以说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在拿回了关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以后，你们敢于对一些事情说不，你们会更加照顾考虑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而不是每一次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且呢，这张牌也告诉你们啊，学会拒绝是你们未来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第3张牌呢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第4张牌 Romance，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你们的感情运势会有一些转变啊，也许意味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与你们建立连接。这个人既有可能来自过去，也有可能来自未来，这是一种不期而至的美好，而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值得拥有这种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8，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为了准备某个考试，或者说为了自我提升而进行的某种不断重复的训练。而教皇牌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会迫于周围人的压力，或者说一些现实因素的考量，而被动的做出一个选择，或者说改变。但是呢，这种基于社会或者说身边人的压力而迫使你们做出的选择，其实并不符合你们内心当中的指引。所以你们要记住一点，就是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所以说，虽然你们未来会受到这种来自于传统现实的双重压力，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第3张牌圣杯10啊，这张牌是塔罗牌当中非常好的一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在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你们基于现实的因素会被迫做出一些选择，但是关于你们的未来依然是明亮的。而圣杯10代表的也是未来你们会拥有一个圆满的家庭。这张牌其实从某种层面上预示着你们会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与社会联系。圣杯10就代表的是希望，而人类最伟大的特质都凝聚在2个词语当中，那就是勇气和希望。第4张牌呢，星币6啊，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大额的金钱方面的支出和开销。你们可能会因为这种大额的金钱的支出和开销去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可以是这种出国留学，或者购置房产，又或者做某项投资，让它变成更多的财富。而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呢，第1张牌就是 Roots， 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啊，或者说你们会得到一种归属感。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也可能是某个伴侣提供给你们的。这种归属感很重要啊，因为当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忍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生活。所以说，在未来你们能够发现，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的一些美好，能够让你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啊。所以，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相信。第2张牌呢是 Capricorn I use， 摩羯座带来的一种脚踏实地的力量。出现这张牌就说明你们在未来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在你们所热爱的事情上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也会经历一个蜕变啊。这第8宫代表的就是开始和结束。也就是说，包括这张 Scorpio 啊，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啊。也就是说，前方似乎正在有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等着你们。你们会穿越十字路口，那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啊，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成长。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 Perfect Timing，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你们最终会去到那个你们将要抵达的终点啊！那第2张牌 It's up to you， 也就是说，我们抽到的这组牌面上，塔罗认为你们在未来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啊，和你们现在所渴望的想法有关，并且未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取决于你们是否想让它发生，因为你们自己的内心有自我实现的力量。而第3张牌 Improving Health， 现在的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睡眠方面的问题。
在接下来你们的身体健康会逐渐好转。其实你们所有运势显化的基础都取决于你们是否能够拥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身体。所以说，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你们能够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们都要善待自己的身体。第4张牌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啊。虽然说这个机会的窗口期很短，但是这个机会你们能够把握住，而且呢，这个机会能够帮助你们结束当下正在经历的某种重复与循环的生活。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至少会有一个令你们心动的机会出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宝剑代表的是未来，一个积蓄已久的矛盾可能会迎来一次爆发。那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一直以来你们压抑的某种情绪需要一个出口啊。所以说这种矛盾的爆发并非是一个坏事，它能够把问题集中的暴露出来，这样你们的人生才能够有向上发展和突破的空间。而第2张牌呢，权杖3啊，你们未来会站在一个更高处，你们会克服重力，不断的向上前进，你们会克服重力，不断的向上生长。但是你们也要注意啊，这张权杖3其实暗示着你们会把越来越多的心事和秘密藏起来，甚至把自己也藏起来。而星币骑士和圣杯女皇呢，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身上所具备的，在未来所具备的2种特质。星币骑士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的归途。而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归途呢，一定是某个温暖且光明的地方。所以说这颗星币是你们在未来会收获到的一个礼物啊，一笔意外之财，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或者说在学业上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总而言之，这颗星币是你们过去努力所得到的回馈。而圣杯女皇手里捧着的这颗星币呢，是充沛的感情流动。所以说你们在未来的话，会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有着更敏锐的觉察能力。你们会发现很多自己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荣格曾经说过，你们意识不到的问题将会成为你们的命运。而当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也其实已经被解决了。所以说星币骑士代表的是理想主义，而圣杯女皇它代表的是浪漫主义。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们依然愿意在未来带着某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你们的心是温柔的，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温柔的。那接下来的这几张占星神谕卡，第1张就是 Provoker。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迎接到的一个很重大的挑战，或者说某件事情的发生会推动着你们去做那些一直以来你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其实命运之轮一直在推着你们向前走啊，只是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而已。第2张牌呢 Saturn Truth 真相。这张牌告诉你们，未来你们会更加接近某件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某些信息正在逐渐的浮出水面。而你们也要意识到啊，现在蒙蔽你们的并不仅仅是眼前的假象，其实更多的是关于你们自身的执念。当你们能够放下执念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你们会更加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而第3张牌呢，11宫 Friend， 也就是说未来的你们在建立社交联系、扩展自己社会关系的这种能力会大大的增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当你们在未来能够扩展更多的社交节点的时候啊，你们就能大大增强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啊，并且得到更多的机会和信息。而第4张牌呢是 Void of Course Missing 啊，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可能当下陷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在这个瓶颈期当中，其实你们缺少的只是一把钥匙啊，去打开那扇门的一把钥匙。一旦这个很关键的要素啊，或者说推动事件发展的因素，或者说这把钥匙得到补充啊，你们就相当于拿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去补齐自己的人生。
而在未来你们必然会得到那块拼图，或者说那把钥匙。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啊，抽到的是 No。这张牌其实是大天使想要告诉你们的，当下你们的某个想法可能还不够成熟，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其实是在告诉你们，先让自己喘口气，缓一缓，不要因为自己太过匆忙的赶路而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第二张牌呢是 Be assertive， 你们在未来会对自己更加的自信。那这种自信并不是因为外界的肯定而让你们自信的，这种自信就是你们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特质。你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拥有理想主义者的一切的特质啊，但这绝对不是一种空想主义。你们所有的梦想都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并且你们未来的自信也来源于你们会更加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一旦你们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你们反而会变得比之前更加完美了，因为不完美也是完美的一部分。其实最让人畏惧的就是通向自己的道路啊，但是通向自己的道路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们能够更加接纳自己。第三张牌 If you believe， 你们未来所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啊，它并不是必须的啊，它取决于你们是否相信它会发生。一旦你们真的相信它会发生，那么这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就会推着你们的命运让它发生。而第四张牌 Let go， 你们在未来会真正的放下一些执念啊，让回忆那个被掩埋的巨人沉睡。而放下执念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放下执念其实也是一种觉醒，我们在拿起和放下的过程当中，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会增强。当我们再次遇到同类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四组牌。首先呢，第四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提升。而且宝剑的正位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某件事情会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宝剑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利用语言和思维这种工具去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啊，顺利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很多问题都能够通过语言或者说运用语言这种工具去解决。第二张牌呢，星星牌，它带来的是希望，一张可能是某件事情会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所以说在未来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因为你们相信的就是你们将要体验的，而你们选择的就是你们要成为的。所以说你们在未来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取决于你们相信什么，因为你们相信的就是你们要体验的。而第三张牌呢，星币一，这个星币呢是和你们金钱运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未来你们的金钱运势会逐步的改变，在某个时刻甚至会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这张牌代表的也是你们未来的生活会逐渐的安定下来，因为星币它也代表的是一种保障一种安全感，物质上的丰盛带来的安全感。而第四张牌呢，圣杯骑士，这张牌其实是未来会主动接近你们的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那这个桃花的话，首先它是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它的气质会非常的优雅，应该是学习有关艺术类创造类教育类或者说心理咨询类的专业，需要极大的耐心、温和的性格，还有一些想象力，或者说创造力那么这个圣杯骑士手里捧着的这个圣杯呢，是他们所拥有的一种非常温柔的能量是一个支持型的伴侣，可以帮助你们成为更好的人，帮助你们发现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支持型伴侣还会为你们提供安全感，那在这种安全感当中，你们会变得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着手去解决它。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支持型伴侣会给我们必要的支撑。而接下来的这四张占星神谕卡的第一张牌Stability，
在未来你们的生活会逐渐的稳定下来啊，也许你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某种剧烈的变化和动荡。而第二张牌呢是 Aquarius，I know 啊，那么既然出现了这张牌啊，说明你们在未来可能会对一些新的领域产生一些好奇的想法，去尝试着接触一些你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啊，这就会增加你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第三张牌呢 Neptune Sacrifice， 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就是你们想要得到什么，必须要做好等价交换的准备啊！如果什么都不想失去，那么就什么都得不到。万事万物的得到和失去，最终都会回归到平衡。而第四张牌凯龙星带来的是一种疗愈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过去经历的创伤，在未来会被治愈啊，被某种温柔的能量治愈。目前你们沉下心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啊，当你们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治愈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你们疗愈你们负面的情绪和能量，重新找回内在的秩序。那么接下来的这四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Ask help from others， 就是说你们未来会遇到一些贵人的帮助啊，并且当你们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啊，你们也会向其他人寻求帮助。之前呢，你们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想要依靠自己独立的自己去完成和解决啊，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啊，只不过会让你们很累很疲惫。因为其实你们周围的这种人脉它也是一种资源，它能够帮助你们更加轻松的更有效率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二张牌是 Abundance，未来的你们，其实这张牌代表的是这种富足啊、机会啊、人脉啊、资源啊，可能是你们在进入到新环境之后会带来的一种转变。而第三张牌呢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你们当下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啊，在未来都会得到改善。其实关于你们的运势，它是在不断流动的，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而第四张牌 A year from now，一年的时间啊，命运之轮的转动的时间就是一年，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你们就会拥有一个时来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你们能够改善你们当下的境况。但是即使知道你们的未来会变得更好，你们同样也应该全然的专注在当下的每一刻。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多的关注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的错过当下的每一刻。所以说，占卜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指引是让我们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但是要让未来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当你们想让它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全然的活在当下的每一刻，并且在当下的每一刻就活出最大的生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